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洛尘。奥飞出品的经典陀螺动画《飓风战士》人的对战过程中，命运之轮意外地打开了密室的大门，里面赫然摆满了他的复制品。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对于这集有没有印象？我当初看这集的时候，可真的被飓风战魂编剧的脑洞给震惊到了。曾以为兰若冰和命运之轮是世界战神的掌上明珠，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毁灭地球可以随意抛弃掉的工具。特别是命运之轮连原生都算不上，只是兰若冰基因克隆出来无数个复制品中的一个。小时候看这集的时候，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原来还有这种操作。而我们从小在世界战神照顾下长大的命运之轮更是不能接受这种残酷的事实，在节制的恶意引导下陷入了暴走状态。这时的漩涡战轮在仇恨与悲痛力量的加持下，转速竟然达到了1分钟2000万转，恐怖如斯，让叶枫三人都难以阻挡。不过此时咱们的主角三人组实力也已经非同凡响，之间施展出了精妙的数学力量，展开了反击。裂缝天翼的旋转数是2万次，即使从暴雷重炮的炮台里发射出去，乘以100才等于200万。但是如果利用黄金火焰烈焰爆炸引发的8万度火焰作为燃料的话，那就是2万加8万再乘以100，旋转数就达到1000万了。这样的话，现在是10亿了。加上混元光盾以后，力量还要乘100，1000万乘100就等于10亿了。在三人陀螺1分钟10亿转的冲击下，即使强如命运之轮也无法阻挡，最终被打倒在地上，好不狼狈。截至见命运之轮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便准备狠心将其彻底摧毁，却没有想到一个身影挡在了他的身前。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命运之轮。是吗？我也叫命运之轮，真巧。命运之轮保护命运之轮，不是应该的吗？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和大家一样，都叫命运之轮，真是太好了。所以你要替我们活下去。此时此刻，命运之轮的内心已经彻底麻木，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但叶枫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眼下正是命运之轮脱离世界战神掌控，把握自己命运的最好时机。你是否愿意抓住自己的未来呢？在叶枫的劝导下，命运之轮选择了自己的未来，不再受到命运的摆布。但突然出现在此处的兰若冰却不想让他抗离命运的掌控。在这两种理念的碰撞下，叶枫不得不出手暴打爱妻。当然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兰若冰居然不讲武德，比赛输了还是抢走了命运之轮。于是几人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前往飓风巨塔的最核心处，见证兰若冰所谓的布局。而在这只飓风巨塔的最深处，有着恋人和教皇这对师徒镇守。教皇擅长攻击，恋人擅长防御，于是就这么顺理成章，人言对上了教皇战神，天磊对上了恋人战神，展开了本季动画中他们最后的较量。说到这教皇战神，实力也确实不错，一通操作下来，接连打倒了人烟3回啊3回。但咱们的人烟就是打不死，如小强一般越战越勇，一举战胜了教皇的10个陀螺。而天磊这边，恋人战神的实力更可以说是强到了一种离谱的程度，他的陀螺地爆玄甲，连号称最强防御的混元光盾都可以一招毁灭，实力水平已经接近能够毁掉一整个星系的程度。但咱们的天磊是什么人？在几位老父亲的教导帮助下，天磊的实力更是已经切切实实的达到了恒星级。只见天磊直接释放出了混元光盾，让自己的陀螺极地金盾 S 化为了第2个太阳，拥有了恒星级别的力量，一举战胜了恋人。我的个龟龟啊！这个动画的战斗力真的是越来越夸张了。假如到了叶枫大战世界战神的时候，那到底有多离谱啊？说回正题啊，此时此刻，世界战神的面前，命运之轮正在和兰若冰所化身成的女教皇战神展开了决战。他在叶枫几人的指点过后，逐渐明白了自己所存在的真正意义，爆发出来的力量一时间连兰若冰都难以阻挡。眼见兰若冰落入下风，世界却一点也不心急。他知道在宿命之中，命运之轮便不可能战胜女教皇，而且两人的输赢其实也与他无关，到了最后他们都不过是飓风巨塔毁灭地球的牺牲品罢了。
果不其然，战局的最后，命运之轮败在了兰若冰的手下，见证了当初的预言。就在兰若冰一步步走向命运之轮的时候，叶枫也是最终赶到了这里。望见了叶枫的到来，命运之轮也是强忍疼痛，再次站了起来。啊！命运可以改变吗？你别站起来！我要改变命运。命运之轮这个称呼真可谓是一箭多雕，不仅象征了塔罗牌的命运之轮，还代表了他人生所遭受的全部故事。从坚信自己的命运，到发现真相后的动摇，再到如今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角色的塑造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傲娇、可爱、坚强、勇敢，各种充满魅力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要是我老婆就好了，嘿嘿嘿嘿。最终，命运之轮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兰若冰再次激战到了一起。在强大的能量碰撞下，两人都倒飞了出去，命运之轮昏迷了过去，而兰若冰则是迷茫的重新站起。看到这一幕，叶枫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他才不在乎世界为了毁灭地球所拿出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只在乎世界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他最好的伙伴。说罢，叶枫便对世界战神发起了挑战，但这最终 BOSS 世界战神可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战胜的。他的陀螺暗影空翼虽然现实中废拉不堪，但在动画的设定中可是拥有最强攻击、最强防御、最强持久、最强平衡4种能力的最强陀螺。他喵的，之前我说愚者战神数值膨胀还是保守了，这世界战神才是真正的数值膨胀啊！在世界战神比肩神明般力量的压制下，叶枫也是无法匹敌，被狠狠地嘎了腰子。眼睁睁地看着命运之轮和兰若冰被夺走，却什么也做不到，太弱小了，没有力量。而另一边，飓风巨塔和发射器都已经降临，开始吸收起了命运之轮和兰若冰的生命力量，为毁灭地球的计划准备蓄能。旋转旋转，卷起漩涡，卷起漩涡，哈哈哈哈哈哈！旋转停止了，节制。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我不知道啊！原来为了阻止世界战神的阴谋，在之前决斗的过程中，兰若冰便偷偷的和命运之轮交换了身体，而启动飓风巨塔则必须要两者的力量对应。交换了身体后的兰若冰二人显然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真不愧是兰若冰啊，确实有几把刷子。但咱们从上帝视角来看，其实他的计划并不精妙，反而是风险重重。就连身为外人的叶枫都能发现他们俩的身体互换，而身为父亲的世界战神却没能发现他们俩早已交换了身体，真可谓是莫大的讽刺啊！于是就这样，为了救出命运之轮，叶枫再次对上了世界战神。此时的叶枫已经得到了地球意志的认可，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一招黄金爆裂龙卷风击出，即将将意志动摇的世界给彻底打败。战败的世界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他在1亿多年前便已经来到了地球，帮助了最初的人类完成了进化。但人类的进步速度和对自然的掠夺与贪欲显然超乎了他的想象。为了弥补当初犯下的错误，所以现在的他希望能够掩盖罪证，毁灭地球。这便是飓风巨塔降临地球的真正原因。而如今的他却在叶枫身上看见了人类未来的希望，于是他决定放下成见，与叶枫结为好友，不再毁灭地球。但世界战神放弃了计划，可不代表卑鄙的节制放弃了毁灭地球的想法。伴随着飓风巨塔的强行启动，命运之轮的气息越发微薄，望着生机逐渐消失的命运之轮，是太弱小了，我什么都做不到。滴滴滴，密码正确，只有最真诚的泪水才能开启魔仙彩石。复活吧，我的爱人！为了守护地球而战。大家的力量汇聚叶枫周身，而节制最终也是被正义3人组给流放，承受他所做出恶事的代价。叶枫和兰若冰也从那么这便是我们童年动画《飓风战魂》最终大结局了。不知道有没有圆你童年没看到结局的一个遗憾呢？不得不佩服当年奥飞真的是牛逼啊，在13年前就能想到这么多新颖的设定和优秀的剧情，带给我们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童年。也是希望大家能把感谢打在公屏上，感谢这些曾经动画人们的付出。
那么下个系列想要看什么动画，千万不要忘了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3连组合过1万，咱们继续开坑。我们下个系列视频再见，大家拜拜。又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洛城。那么时隔2周，咱们继续再来讲这部童年时期有点冷门的动画《飓风战魂》第2部。那么视频开前还是老惯例，求一波3连以及转发。由于 B 站机制的改版，现在转发也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转发。那么废话不多说，弹幕上发爷青回，我们直接开始。上回书说到，《飓风战魂》这部动画里面，一个个反派全部都是内鬼。你说第1部里面的战神们和主角团都是沾亲带故的，放水那还可以理解。到了这第2部的远古猎神团，那可是和主角一行人1毛钱关系都没有，然而他们依旧在放水。在上期视频中，我们已经吐槽完了除炎黄猎神外的6个内鬼，那么这期视频咱们再来继续吐槽一下，作为远古猎神团首领的炎黄猎神，他究竟又是怎么放水的？那么画面一进来，便是咱们的主角叶枫拼尽全力艰难地对抗着炎黄猎神。但身为远古猎神团的老大，炎黄猎神此时的力量哪里是叶枫可以匹敌的？仅仅一个照面，乾坤火轮的利刃便将烈风光一的盔甲直接贯穿，拿下了比赛。不过我们的炎黄猎神通情达理，在刚刚的比赛中他并没有拿出全力，所以他允许叶枫继续挑战他，直到打败他为止。啊，炎黄猎神，你这放水也放得太明显了吧？他甚至不把陀螺收回去，就等着被击倒昏迷过去的叶枫重新苏醒，然后继续挑战他的乾坤火轮。叶枫就搁那仰卧起坐，战败昏迷，等待苏醒，起身再战，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3回啊3回，直到叶枫感受到了伙伴们力量的加持，终于凝聚了全部力量，勉强与炎黄猎神真正的抗衡了一波，拿下了比赛。不然我都想不出叶枫到底应该怎么赢。那么这次的战斗过后，炎黄猎神也是认可了叶枫的信念，但这不代表他就会放弃毁灭人类的计划。只见炎黄猎神大手一挥，直接召集了全部远古猎神团的成员来到了风轮镇，以风轮镇万千百姓的性命为要挟，逼迫潘多拉就此现身。危机关头，叶枫强势出手掩护潘多拉离开，两人交战时产生的余波甚至都能让双方其他的陀螺手倒飞出去，顶级力量之间的碰撞真的是恐怖如斯。你呼风唤电，我翻云覆雨，大地震颤，天空撕裂，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两人最终打成了平手，赢得了彼此的尊重。在这次的碰撞过程中，炎黄猎神也是感受到了叶枫心中那股要守护世界的强烈意愿，他愿意相信叶枫的信念，相信一次人类自己的选择。于是他恢复了被石化的风轮镇百姓们，放他们一条生路。但人类不会感谢罗辑，也不会理解叶枫。被石化恢复的百姓们非但不理解叶枫的恩情，还纷纷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给他们带来灾祸的潘多拉身上。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愚蠢的百姓对潘多拉发动了攻击。这不攻击还好，一攻击那可是彻底完蛋。这些渔民只会挥刀向更弱者，哪里知道他们惹上了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就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自保，潘多拉被迫释放出了陀螺，仅仅一个瞬间便秒杀了所有来袭者，直接攒齐了这恢复记忆的最后积分。就这样，刚刚还和大家欢声笑语的潘多拉突然便沉默了下来，眼神中也逐渐失去了高光，身上散发出阵阵寒意，让众人都难以靠近。连身为他最好伙伴的叶枫都被其一把甩开，没有丝毫留念。这时一旁的远古猎神团也是发觉上当受骗，他们原本以为潘多拉的使命只是毁灭人类，却不曾想到他真正的使命是毁灭掉这整个地球。巨大的空中遗迹从天空中降落，回应着潘多拉的呼唤，一时间风云变动，隐隐有一种末世的感觉。叶枫拼了命地阻止潘多拉，想通过曾经的友谊换回潘多拉的清醒，但此时此刻恢复了记忆的潘多拉实力也已经接近巅峰，如今的叶枫完全不是其对手，在短暂的较量过程中便被轻易击败，只留下了一个冷漠的背影，徒留叶枫黯然神伤。我们从未看见乐观积极向上的叶枫露出那样的神情，这或许是一种没能守护住身边最好伙伴的颓然和无助吧。看到现在叶枫泣不成声的狼狈模样，咱们的大小姐兰若冰也是看不下去了，重铸战神荣光，5倍义不容辞，上来便狠狠地鼓励了叶枫，直接一巴掌把叶枫抽的恢复了信心。笑死，这种时候还得是兰若冰给力。
而远古猎神团这边，由于希腊猎神的诱导，剩余的诸位猎神全部被引诱到了陀螺手之墓这里。眼见时机已到，希腊猎神也是不装了，他奶奶的，这个卧底我是当不下去了，直接跳反，准备摧毁炎黄猎神身上的最后一颗宝石，彻底释放出本动画最强反派混沌。面对希腊猎神的跳反，这可让最珍视伙伴友情的埃及猎神无法接受，他提出了和希腊猎神单挑的请求，准备将其拉回正轨。这一部分大战的原片非常精彩，看似实力不济的埃及猎神为了守护他心中的友谊，燃烧生命之火，能量强势爆发，狠狠地蹂躏了一波背叛的希腊猎神。就在这局势一片倾倒的情况下，身为这一切阴谋的幕后黑手禁锢也是从黑暗中浮现，开始讲述起了他们的真正阴谋。原来在地球诞生的时候，便已经通过创生的力量塑造了象征着光明的潘多拉和象征着黑暗的混沌。恐怖的力量翻涌开来，给一群人带来了莫大的压力。此时的叶枫一行人显然不是混沌的对手。在这座洞穴内，他们发现了守护通往潘多拉遗迹最后通道的真土王徽章后人。由于他们的存在，人世间还会遗留前往潘多拉遗迹的通路。这可是会对于混沌毁灭世界的计划产生影响的不可控因素，所以他们一直遭到分裂族的追杀，到了如今只剩下了他们最后这几位幸存者。话音未落，阴影中一个陀螺急射而出，刹那间竟然让众人都有些猝不及防。关键时刻，一直警惕的兰若冰迅速出手，挡下了禁锢这一招的偷袭。不愧是我老婆兰若冰，关键时刻可真是靠谱，嘿嘿嘿。于是就这样，一场属于禁锢和兰若冰之间的大战就此拉开。禁锢是一个吵闹卑劣的人，在对战的过程中一直通过嘈杂的叫声企图干扰兰若冰的判断。但咱们的兰若冰怎么会受到一点小事的干扰，直接通过敏锐的观察抓住了烈狱钢爪陀螺倾斜的时机，狠狠地发动了一波冲击，造成了显著的效果。但谁能想到烈狱钢爪用着特殊的圆环形缓震中轴，可以不断展开画境，消磨到碧鳞圣枪的攻击力，真的是太帅了！兰若冰小姐，我是你的狗啊！偷袭真土王徽章的后人，但他的小动作都被护妻狂魔叶枫看在。那么这就是《飓风战魂》22至30集的全部内容了。这期视频中，大家也是能看到，伴随着世美的加入，这部动画的整体质量上升了不止一个层次，连精英之间的陀螺战斗都变得酷炫无比。这也是我小时候为什么非常喜欢这部动画的直接原因。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就是主角小队4人分别最后谢幕的个人秀了。看剩下的集数，估计还会有1到2期的视频内容。虽然这个系列数据不好，但既然答应了大家，那么肯定会给大家做完的。希望大家也能尽可能的3连以及转发，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一个满意的结局。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